好，想象一下哦，你开着电动车回到家，诶，不用再摸黑找那个充电枪，还要插把线路，对不对？只要把车停好，它就自动开始充电了。这种无缝接轨的体验，听起来是不是还蛮吸引人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为你深入来聊的主题：电动车的无线充电技术。我们手边的资料，还蛮精彩的哦。有一支 YouTube 频道 Autogfu 的影片，实际秀给你看那个保时捷凯宴电动车是怎么无线充电的。另外还有一份，经济部智慧财产局就是 TIPO 发布的一份很详尽的专利分析报告，从全球角度来看这个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带你快速掌握一下这个技术的原理啦、挑战啦，还有谁是主要玩家，以及它对未来交通可能带来什么改变。好，我们先来看看那个影片里的实际操作好了。驾驶把保时捷开宴开到车库里一个特定的充电板上方，中控荧幕上还有图形指示，有点像那个停车辅助系统，引导你对准位置。对，那个对准还蛮重要的。一旦对准了，我看影片里车子的悬吊还会自动降低一点点耶。是它会更贴近地上的那个充电板，然后就开始充电了。哼，整个过程就是说完全自动化，手都不用碰到充电线，确实很方便。这个便利性背后其实原理不算太复杂了，就是电磁感应。简单来说，就是地上的那个充电板，它是发射端嘛，它会产生一个变化的磁场，然后你车子底下有装一个接收装置，感应到这个磁场之后呢，就会产生电流，然后帮电池充电。哦，影片里面有提到哦，它的充电功率可以到11 kW，这个数字其实跟很多我们家里装的那种壁挂式交流充电桩功率是差不多的，所以实用性是还蛮高的。说到无线呢，大家可能第一个就想到那个手机无线充电，可是那个效率好像不是特别好。对，很多人会有这个疑问。那电动车这个技术效率怎么样啊？这是个好问题。影片里面的数据是显示，它的充电效率大概在90%或更高。哦，90%以上。对，这比起手机无线充电那个效率是好得多了，能量损耗相对少很多，而且跟传统那种插线的有线充电那个差距已经不大了。也就是说，你在享受方便的同时啊，其实并没有牺牲掉太多的充电效率啦。听起来不错诶。不过这种放在地上的又是高功率的装置，那个安全性呢？安全性会不会是个大问题啊？如果家里有宠物啊，或小朋友跑过去怎么办？安全性绝对是设计的重中之重啦。那个影片里其实有测试哦，不管你是用手、用脚去靠近，甚至故意放一个金属的硬币在那个充电板上面，放硬币，对，系统都能侦测到，有异常，然后就会立刻自动断电。了解。另外，那个充电板本身其实还蛮重的，大概50公斤。你可以直接放在地上，当然也可以固定安装，而且它还有内建风扇去做主动散热，甚至还做到防水等级。所以设计上，算是考虑的蛮周全的。哇，这么方便又感觉蛮安全的设计，听起来价格应该不便宜吧？对，这个方便是有代价的。影片里面提到，光是地面那个充电板哦，大概就要5000欧元。5000哦？对，然后你车上还要加装对应的那个接收模组，再加个大概2000欧元左右。哇，而且这还没算安装费哦。天哪！所以初期的成本是相当高昂的啦。现阶段看起来，主要还是那种豪华车款的选配。保时捷他们也建议说，如果你家里本来就已经装了壁挂充电桩嘛，可以请电工帮你装一个切换开关，这样你有线、无线两种方式都能用。了解，就是多一个选择。对，好，那保时捷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无线充电的潜力了，但这显然不只是单一车厂的酷炫功能嘛。从一个更大的格局来看，这项技术为什么这么重要啊？这个就要连接到那份 TIPO 报告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全球的大趋势了。就是因为气候变迁嘛，全球很多国家都设定了，比如说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对，台湾也是。台湾也不例外啊，还把那个运具电动化列为12项关键战略之一。那交通运输是主要的碳排来源嘛，所以加速电动车的普及就变得很关键。
我懂了。而无线充电的这种方便性啊，就被认为是消除消费者对于那个充电很麻烦啊，甚至里程焦虑的一个很大的诱因。没错。这有潜力能够加速电动车的推广。如果未来停车位啊，甚至公路都能无线充电，哇，那用电动车的体验就完全不一样了耶。对，没错。那谈到技术本身哦，其实不止一种哦。TIPO 报告里面有指出，目前最主流的大概有2种，一种是磁感应式，就像保时捷用的这一种，技术相对是比较成熟的。嗯哼。另外一种叫做磁共振式，理论上它的充电距离和那个对位的容忍度可以做得更大一点。哦，可以不用停那么准。理论上是这样，对。那报告里其实也有提到其他方式啦，像是用射频啊、微波啊，甚至用激光、雷射光去做无线的能量传输，这些在专利布局里面也都有被探讨。哇，这些不同的技术路径都对应到那个国际专利分类号，就是 IPC 里面 H02J50这个子分类下面的不同细项。哇，技术路径这么多，听起来发展潜力好像很大，但现实中应该还是有不少挑战吧？没错，没错。TIPO 报告整理了几个主要的挑战点。第一个就是充电效率，虽然比手机好很多了，但还是有进步空间，尤其是在不同的距离还有对位条件下，要维持高效率，其实还是不太容易。第二个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对准的精确度，还有充电距离，仍然是有限制的，这就直接影响到使用者体验嘛。对。第三，安全性验证非常重要，特别是高功率充电的时候，那个电磁波的影响啊，还有异物侦测的可靠性等等。第四，就是刚刚讲的成本还是太高了，这应该是普及的最大门槛之一。是。最后还有一些环保议题，除了说使用端是零排放，但它制造过程的碳足迹呢，还有充电的能源是不是来自于绿电，这些都是需要考量的点。了解。我们知道了技术，知道了挑战之后，大家一定很好奇，那到底是谁在主导这场无线充电的竞赛？要了解谁是主导者，看专利数据好像是个不错的线索哦。对，没错。TIPO 报告里面那个专利趋势的分析就还蛮有意思的。全球相关的专利申请量哦，大概是从2008年之后开始有一个很明显的增加。2008年。对，那个时间点哦，正好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开始大力推动那个绿色能源啊、电动车政策的时候。哦，有关联。对，然后申请量在2019到2020年左右达到一个高峰。虽然之后可能受到疫情影响，有稍微放缓一点点，但整体那个上升的趋势是很明显的。那如果从申请的国家或地区来看呢，哪个地方最积极啊？如果看各国专利局收到的申请案量哦，中国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就是 CNIPA 数量是最多的，将近快1万件。哇，这跟中国他们大力推动电动车产业政策有很直接的关系啦。不过美国的专利商标局 USPTO 数量也相当多哦，排在第2。另外，透过那个世界知识财产权组织 WIPO 提出的国际申请，也就是 PCT 案也很多。这显示很多大厂是采取那种全球化的布局策略。是。那欧洲专利局 EPO、台湾的智慧财产局 TIPO， 还有韩国 KIPO、日本 JPO 也都有相当数量的申请案。听起来真的是全球性的竞争呢。那实际投入研发的这些玩家主要是哪些公司啊？是传统车厂跑得比较快，还是那些科技公司啊？这点非常有趣。TIPO 报告列出了全球前20大的专利申请人，你看下去几乎都是大企业。从前10名来看哦，亚洲特别是韩国、日本还有美国的公司表现非常强劲。排名前几位的包括韩国的 LG、美国的 Qualcomm、日本的 Toyota、美国的 Vitricity， 还有韩国的 Hyundai。哦，好多熟悉的名字耶。对，甚至还有像中国国家电网这样的基础设施营运者。这就显示，无线充电这个战场哦，其实是跨领域的一个竞争。我看到 Qualcomm 和 Vitricity 都在名单上耶，
这两家公司在无线充电领域好像有一段故事。没错没错，报告里面有提到一个还蛮关键的市场动态哦，就是专门在做无线充电技术的美国公司 Witricity 啊，他们在2019年的时候啊，收购了通讯大厂 Qualcomm 旗下的电动车无线充电业务，叫做 Halo。哦，收购了。对，这是一个市场整合的重要讯号，也显示那个技术竞争非常激烈。你可以看到，在那之后啊 ，Qualcomm 的相关专利申请就明显减少了。那 Witricity 透过这次收购啊，就巩固了它在那个磁共振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了解。那这些大厂申请了这么多专利，他们最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从专利内容来看，研发的焦点都放在哪里？如果从专利的技术分类，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 IPC 分类号来看哦，研发焦点其实非常集中。数量最多的那个类别是 H02J5010，也就是采用电感口核的技术。就是磁感应。对，这跟我们看到那个磁感应是主流方案呢，是完全一致的。其次是 H02J5080，叫做数据交换。这个就关系到充电的时候，怎么通信啊，怎么控制啊，身份验证啊，甚至支付等等这些功能，也很重要。对，再来就是 H02J5090，位置侦测对准优化。这就直接回应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对准的挑战嘛。怎么样让使用者容易停车，甚至未来可以自动对准充电位置？所以都扣合着实际应用的需求。没错。那 T4 报告里还有提到一个技术功效矩阵分析，那又是怎么回事啊？听起来好像可以挖到更深层的资讯。对，这个分析还蛮有趣的。它等于是把专利试图解决的那个技术问题，比如说用什么合伙方式，跟他想要达成的功效，比如说提升效率啊、降低成本啊，把它们交叉比对来看。结果发现目前研发投入最关注的功效排名第一的，竟然是安全环保。安全跟环保排第一，是哦，我还以为大家最在意的会是充电速度或是成本呢，这倒是蛮令人意外的。是啊，这可能也反映了，就是说，在全球那个 ESG 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的浪潮之下，企业在开发新技术的时候，必须要优先确保它是安全无虞的，而且要符合环保的要求。有道理。其次重要的功效才是提高充电稳定性和提高充电效率，再往后排才是大家可能直觉上会认为最重要的，降低成本啊，减少体积啊等等。这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目前主流技术是相对成熟，而且在安全跟效率之间取得比较好平衡的那个磁感应和磁共振。同时报告也强调了一些次要技术的重要性，像是帮助对准的定位技术，对，提升效率的能量转换技术，还有方便管理的身份识别技术，这些都是要实现一个良好的使用者体验和商业化很关键的要素。聊到这里很自然就会想到，那我们台湾呢？台湾在这波全球的浪潮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自己的机位艇又在哪里？TPO 这份报告，也很贴心，有特别分析了台湾的状况。从专利申请量来看台湾本土的主要申请人包括像是台达电、Delta， 还有富达通、Gogoro、工研院、ITRI 以及鸿海、Foxconn 等等。都是大厂。对，其中那个电源大厂台达电的申请量是最多的。那鸿海有一项关于无线充电马路的专利，特别引起注意。无线充电马路？对，那个专利号是 TWIAC78047B， 这就显示台湾的厂商其实也在思考更前瞻的应用场景，例如说车子一边开一边充电。哇，那很厉害耶！台湾在电子零组件啊、电力电子这方面本来就有很强的基础嘛，这是不是我们的优势啊？台湾在那个功率转换器啦、控制晶片啦、感测器这些方面都拥有很好的技术实力，这正是切入无线充电供应链的一个好机会，可以提供核心的元件给下游的那些系统整合商或者是车厂。听起来潜力不错但报告好像也点出了一些台湾可以再加强的地方。是的，报告的结论有建议就是台湾的产官学研可能需要更紧密的合作。因为从那个专利申请人的合作网络分析来看国际上，特别是美国、日本、韩国、中国那些大厂和研究机构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些合作的联盟。
相较之下，台湾的申请人之间的那个连结好像比较零散一点。如果能够加强整合、共享资源的话，或许能够提升我们整体的竞争力去打国际杯。了解，需要打团体战。对，未来的想象空间真的很大哎。除了停车充电，还有可能像鸿海那个专利讲的行驶中充电，甚至影片里提到的车子自动开去充电。不过专利数量好却也不能代表一切，是不是？对，你讲到重点了。报告里有一个微观分析的发现，我觉得很有启发性，就是中国的那个电动车新创公司蔚来汽车 NIO。 对，他们虽然总专利数没有排进全球前10，可是他们有几件单一专利的那个技术强度指标非常高。比如说有一件关于智慧车辆数据优化的美国专利 US10513539B2， 这就提醒我们说，评估一家公司的技术实力不能只看数量，有时候那个高品质、具有突破性的单一专利也可能带来关键的竞争优势。质比量更重要。对，没错。好了，我们今天从那个保时捷的实际应用案例开始，一路深入探讨了电动车无线充电的技术原理、全球市场趋势、主要竞争者、研发焦点、功效，还有台湾的角色跟机会。简单回顾一下重点好了。无线充电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性，但初级成本很高，对准跟效率还是挑战。对，全球竞争很激烈，由 LG、Vitricity、Toyota 这些电子汽车科技大厂领军，亚洲跟美国的实力都很突出。研发上面呢，目前最重视的是安全、环保、稳定性跟效率。那台湾在关键零组件方面有优势，但需要加强整合合作，把握这个供应链的机会。总结得很好。无线充电确实描绘了一个很方便的未来啦，但要真正普及还有几座大山要翻过去。首先就是成本必须要大幅下降，才能够被大众市场接受嘛。对。其次是技术标准的统一，不同品牌的车辆跟充电设施必须要能够互相兼容才行。这很重要。最后也是最困难的，可能就是大规模基础设施的补建。不管是停车位的这种静态充电板，或者是未来那种动态的充电道路，都需要非常庞大的投资，还有很长远的规划。那么最后留给你想一想，无线充电有没有可能不只是改变我们帮车子充电这个动作而已，而是更深层地的去改变我们设计道路、停车场，甚至整个城市能源网络的方式，让能源补充可以真正无缝地融入我们的生活。以及你认为要让这项听起来很酷炫的技术，从少数豪华车的选配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最大的关卡会是那个居高不下的技术成本吗？还是各家厂商规格不一的标准问题，或者是公共充电设施普及的速度呢？这些都值得我们持续观察下去。